然神机妙算。着急了，快撤！兵分两路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姚思成，孙毅将吴世正的妻儿平安带到，只是让那2个恶徒给跑了。无碍，辛苦孙捕快了。这2个人武功的确极为高强，就算是我跟姚思成，也没有十足把握把他们活捉回来。还好能带回他们，也算是10分圆满了。太子殿下，求你保护我女儿的安全。夫人大可放心，本太子定会保你平安。只是夫人也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才行。请听公母。娘，这里是哪里呀？爹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灵儿乖，你爹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要好多年才回来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灵儿，姐姐带你去那边玩好不好呀？去吧。夫人，屋里请。好。他刚刚当上严正官的时候，是很正直的，可惜既无门路，也没后台，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渐渐的，他就迷了心智，但我知道，他是想让我们手头宽裕一些。夫人，你可知道是谁在与他做私盐交易？不知道，他从来都不会跟我说这些，但都是些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人，还有一些说话叽里咕噜的异族人。异族人？夫人可知道具体是哪里人？不清楚，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他就让我搬出府去，说是怕哪天东窗事发，连累我们。我们就拿着他那点月俸，过了1年多的苦日子。我们查过他的账本，他每个月都给管家几千两的补贴。管家？我们没有管家。他在府中的时候，家事都是由我来料理，我们从来没有雇过什么管家。难道说，这个管家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管家，他只是一个代号？有道理啊。这吴世正把这些赃款都给了这个管家，自然也就没有钱给家里了。夫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但也不能让吴大人白死。您刚才说那笔钱款，他为什么之前不提？因为这次他说，他生意上的一个熟人从京城得知他的事情败露，要拿他问罪，他要暂时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他让我去把那笔钱拿走，还让我开价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夫人，你也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想了解什么，自然还会找您。多谢太子殿下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收复民心。户部严正官吴世正竟然让人杀了！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吴世正贩卖私盐，已经东窗事发。太子掌握了确凿的证据，已经禀报了圣上。圣上有旨，即日起，凡吴世正处购买盐引子，全部作废。主动上缴者免于刑罚，否则与贩卖私盐者同罪。这不浪费了吗？如果给私盐案提供相关线索或者确凿证据者，朝廷有重赏。好，好，好！各位，不论是商贩还是百姓，
都深受私盐荼毒。严查私盐案，不是在为朝廷，而是在为你们自己。太子说了，涉事者不论身居何位，官为何职，将一视同仁。说得好啊！那些私盐贩子们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是啊，各位父老乡亲，赶紧回家想想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的吧。是啊，对，线索吧，走吧。找机会把七十郎带过来，我侧面问一下。哎，你轻点啊！嗯。你弄疼我，这儿。啊。哎，这边。啊！哎，你轻点嘛。你再往上一点。谁？曼雨、姚天，你俩干嘛来了？太子妃，原来你们在梳妆啊？安娜，都是我调教的好，谁让他平时老嫌弃我出门慢的？我呢，就让他好好明白一下，一个女人出门到底有多不容易，尤其是古代的女人。自己的女人嘛，再困难也要宠着。是。想不到太子殿下还蛮有天赋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出门啦。哦，对了，记住我跟你说的。OK。闪开。哥。喜悦，这么晚还没回去啊？回去好好休息，有时间多回来看看爹，他可是很想你的。没问题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呗。刚才人太多了，咱都没说上话。就像你平时多喜欢跟我说话一样。说吧，又想干嘛？没事儿，我就是，我真就是找你唠唠家常。太子他太久没看见你了，再说了，你看着外面天这么黑，你就放心让我一个人回去啊？好，送你回去。哥最好了，走。哥，我有点事想问问你。就知道你有事找我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那个，你认识吴世正吗？吴世正？啊，你是说前几日死的那个户部盐政官吗？啊，没错。我知道他，之前朝堂上见过，但不熟。真不熟啊？你想问什么？没事儿。有话你就直说。不是，我就是担心你嘛，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说了没事儿。我明白了，
吴世正死了，你担心我，是在怀疑我跟此事有关是吗？上次莲儿死了，你怀疑我也就罢了，这一次八竿子打不着的吴世正死了，你也怀疑我？在你眼里，我真就是一个……真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还狡辩！我就是担心你被利用了，真的。是太子怀疑我跟吴世正勾结，贪污和走私官盐，然后让你套我的话，对吧？你们还真是好一个夫唱妇随。你看看你又扯哪儿去了？怎么还扯上太子了？行了，你也别装了。是，全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干的。反正我在你眼里，就不是好人。回来了。我们进屋坐。太子殿下不必了，有什么事的话，就在这儿说吧。西月，过来。秦风这是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秦侍郎，好久不见，越发精神了。太子殿下召臣来，臣不敢不来。但臣与私盐之事毫无瓜葛。太子殿下既然怀疑臣，那就一查便知。秦侍郎这话是何意啊？今日因为本太子得到了2坛好酒，邀请你共饮一杯而已。太子殿下，这我可担待不起啊。你要有什么事情想问的话，臣定当知无不言。想必是西月说错了什么话，惹恼了秦侍郎。也罢，若是秦侍郎今晚没有雅兴，本太子也不强人所难。来人，送客。不必了，臣告退。哥，我再三叮嘱你，叫你不要冲动，你为什么就不听啊？我还不是想帮你吗？你没有铁证啊！你空口无凭，换谁不生气？再说了，就算是他，那你这也是打草惊蛇，真是成事不足。败事有余是吧？来啊，你接着说呀。对，我就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我没用，行了吧？我这人就这样，我肚子里藏不住话。我关心则乱不行吗？我担心他被人利用不行吗？我也不是那意思，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你这是讲道理的态度吗？西月，西月，西月，你干嘛呀？这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用不着。西月，我用不着你管，别跟着我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哪能有什么错呀？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不是，西月。西月，阿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武，太子妃，阿武伤势虽然重，但好在未伤及要害。待会儿我配几副补血的汤药，服用3、5日就无大碍了。好，也不知道是谁下手这么狠，他这件伤要是不好好处理的话，会斗破伤风的。
子殿下。你故意的吧？太子妃，别叫我太子妃，我不是你的太子妃，我叫唐冰儿。唐冰儿，唐冰儿是谁？曼玉姑娘，是瑶天不好，吓着你了吧？怎么样，还疼吗？哦，曼玉姑娘，刚刚一时情急，多有冒犯。不会不会。阿武的事你费心了，其实你大可不必这么辛苦的。煎药这种事交给下人去做就好。我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没事。最近发生这么多事，我想为你，为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分忧。比起你们，我也只能做这些了。那怎么会啊？要不是你的灵丹妙药，上次在那荒郊野岭，我这条胳膊怕是早就废了。你是不可或缺的。你真这么想？嗯。谢谢你，姚思成。哦，我去看一下阿武。哦。阿武情况怎么样了？你帮我转告他，就说呢，阿武的伤口没有感染的风险，已经比之前好多了，就等着他醒来。啊？回太子殿下，太子妃说伤口没有感染的风险。后半句是什么来着？哦，情况已经好多了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转达了，我都听到了。药快好了，我去开眼药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太子殿下，您跟太子妃这是……之前说了些严重的话，惹她不开心了。哦。阿武，阿武，怎么样了？阿武，太子殿下，眼眶有夹子。不着急，你慢慢说，慢慢说。那天我在关卡的眼眶外。哎，等会儿，
很得撒一的。那句话是跟他撒一来，对，跟他撒一来，这是哪国语言啊？姚天听着耳熟，可一时想不起来。手势，对，有个手势，手势。他这是在找我比心？啊，对了，吴世正的妻子之前说过，吴世正曾经跟一伙异族人是有过交往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袭击阿武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伙异族人？禀告太子，出大事了！安西国的使臣被杀了，皇上震怒，让太子您亲自督查此案，3日之内必须找到凶手。什么？什么？曼玉，别怕。死者死于斩首，但是死前却并没有过多的挣扎痕迹。使臣遇害的时间刚好是当晚宫宴以后，也许是醉酒后杀的。难道是得罪了什么人吗？这种手法一般都是朝廷用来处决犯人使用的，凶案现场很少会有，因为会留下大量难以清洗的血迹，除非凶手跟死者有什么深仇大恨。所以凶手将他枭首，实际上是为了让他赎罪，也不太合理。为什么是这个时间，这个地方？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。今日的晚膳，酱烧黄鱼、香辣猪蹄、红烧狮子头。哟，都是硬菜啊！曼雨，坐。是啊，大家查案这么辛苦，自然要好好补一补。太子殿下，这个红烧狮子头可是太子妃最喜欢吃的。我刚验完尸，吃不下。那查得怎么样？不知道。我和太子殿下从宫里回来也有2个多时辰了，您2位一直这样一言不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使臣之死，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我认为，2位应该齐心协力投入办案，这样才更好破案嘛，对吧？太子妃，监察司彻查使臣之案是皇上的命令。你之前协助破案有功，所以皇上特意让你参与案件。太子妃用点心才是。既然是皇上吩咐的，我自然是责无旁贷。只是呢，我这个人吧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就怕我又参与进来呢，惹得某些人又不高兴。大家不如早点歇歇吧。
丁旭瑞，明天姚天再来府上，接二位去现场勘察。姚思成，慢走。姚天告辞。曼玉，可是有什么伤心的事？太子，你拿着什么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太子妃写的，和集市上卖的画本大不相同，很有气。你逃我追，你插翅难飞。眼神不对，女人，你这是在玩我。你这什么霸总语录呀？啊！这不是你要的爱情吗？你从哪儿学的呀？不对，你不会也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吧？什么？你书里面不是这么写的吗？书？你看了我给曼玉写的那本书？对啊。啊！这太丢人了。我倒是觉得挺有趣的。那，你原谅我了吗？原谅你啊，想得美。今天晚上，你继续睡地上。看看我这茶，这怎么了呀？不知道，那别看了，走吧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这里就是使臣府了。那我们进去吧。客官看到这个。太子殿下，姚思成。你们继续查。是。那边还有很多。不对，
对劲。可是发现什么了？尸检报告。死者死于斩首，按道理来说，会有大量的血液喷溅，但你看这些墙上，一点血迹也没有。如果说凶手想清理掉这些血迹，那肯定要用大量的水。这史臣府虽然说不上戒备森严，那也是人来人往的，他没有可能会这么做。可是这死者的头颅的确被砍掉了。还有你说？我四处看看。孙一，你们这边查的怎么样？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凶器，是一把军用的坡刀。这个房间是使臣用来存放贡品的地方，有很多翻找的痕迹。丢失的除了黄金以外，都是一些名贵的珠宝。丢失的都是一些便携又贵重的东西，有没有可能是谋财害命啊？谋财害命？还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，我查了一下那个使臣，他是我们恒国人。20年前随父亲到达了安西国经商，后来因为精通2国语言，又深谙商道，被安西国国王选为使者。恒国人叫什么？吕岩。立刻派人去查卷宗，查出这人的底细。另外，把剩下的使节带过来。是。吕岩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依我看，谋财害命只是假象。何以见得？这一次安西国来的是一个使节团，除了吕岩死了之外，其他的使节都安然无恙。再加上处决杀人的死法，这起案子看似合理，但其实呢，处处都透露着刻意。有人在引导我们的调查方向。太子妃说的极其有道理。切，这么说来，凶手想误导的就是杀人动机，那我们就应该从这里下手。我已经派人去调查吕岩在恒国时期的所有记录。太子殿下，姚思成，这些剩下的使节已经排除嫌疑，他们说这里已经不安全，希望给他们重新安排住处。那是自然，这次务必重兵把守。是。谢太子殿下。使节阁下，请问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手势是我们安西国的，用于表达谢意、尊重以及认可的意思。还有一句话想请教你，伊肯他撒一来。太子妃说谁是内奸，已经被你干掉了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干掉了内奸。太子。太子殿下，可算找到您了。刚刚丞相大人去了府里，说有十分紧急的事情找你商议。知道了。姚司成，务必尽快把吕岩的底细查清楚。是。爹。太子殿下，边关急报，安西国得知使臣被杀，斥责我朝傲慢无礼，已经派兵进犯边境。
边境守将岳信快马加鞭进京报信，说是情况10万火急，要求朝廷派遣援兵啊。老臣刚刚进宫觐见了陛下，陛下让我与你商议此事。怎么会这么快？像是事先安排好了一样。是啊，使臣被杀一案，老臣也略有耳闻，其中确有不少蹊跷。可是无论如何，边关不可失守啊！我恒国地处4战之地，四周边关都需要驻守，再加上这几年经济凋敝，税赋减少，兵力十分不足，恐怕暂无良将可用。是啊，我意将朝廷今年刚招募的新兵派往前线，再选一位将军前去领军。这样的话可以鼓舞士气。我再亲自修书一封，送给岳信。老臣的想法与殿下不谋而合。老臣想推荐犬子秦风领兵驰援。我哥，他上过战场吗？他能行吗？朝中大事岂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殿下，犬子虽缺乏实战经验，但正如殿下所说，朝廷遣将多为督战，提振将士士气之用。前线指挥仍应以岳信为主。秦风身份尊贵，倒是符合条件，而且他又在兵部任职，也需要一个实战的机会。我认为甚妥。如此，老臣谢过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。父亲，风儿来了。父亲，您从宫里回来了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？好事，皇上要派一名主帅领兵驰援边境前线，我推荐了你，皇上答应了。边境前线？我们和安西国打起来了，怎么这么突然？是啊，安西国和恒国虽然在皇上的治理下维持着和平稳定的状态，可是安西国一直不满于成为我们的附属国。现如今安西国的使臣无缘无故在恒国被杀，安西国怎能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？虽说儿子身为兵部侍郎，领兵前往前线是分内之事，只是儿子资历尚浅，恐怕难以担任主帅大任呢。哎，岳信将军有勇有谋，你去了只要当好这个3军主帅就好，其他的放心交给他。再说了，为父岂能不知打仗有危险呢？但是朝中关于你当上侍郎颇有争议啊。现如今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好好在皇上面前证明一下你自己。父亲说的是，儿子全听父亲安排，这就去准备。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去趟太子府，找太子拿去调运军需的手信。是。太子殿下，秦侍郎来了。秦风见过太子殿下。免礼，我正在给岳信将军写信，你稍等一下。哥，我听说你要上战场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就差太子殿下调运军需的手信了，秦风正是来取手信的。那就好，你一定要万事小心啊！自古沙场征战几人回，我不过是为国尽力罢了。倒是要劳烦你们帮忙转告姚司成，让他好好研习一下如何提升办案能力。使臣被杀，我们迟迟抓不到凶手，这才引起了边境的战火。但凡他办案尽点力，也不至于由我去边境帮他收拾残局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就一个案子没破而已，你至于这么阴阳怪气的吗？太子督察办案，你在这指责太子办案不力啊？再说了，你刚刚都说了，你是兵部侍郎，为国效力的，怎么又变成给我们收拾什么烂摊子了呀？啊，你平时不务正业也就算了，是不是该做点正经事了呀？
我上次就问了你2句，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吗？记到现在啊！好了，秦侍郎为国出征，责任重大。守信在此，你面见乐信的时候，记得提醒他，此次安西国看似来势汹汹，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而已。我国兵少，切记不能正面交战，多用计谋。安西国久攻不下，必会退兵。太子殿下运筹帷幄，秦风败谢。谢谢你，方才替我说话。谁替你说话？我就是看不惯秦风阴阳怪气罢了。我们和好吧，唐冰儿。你叫我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叫唐冰儿吗？的确，你跟之前的太子妃是截然不同的2个人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更喜欢现在的唐冰儿。睡吧。哎，那个地上有点凉，我能……不行。听路雪，听缘分也在哽咽，只缘分的劫，我只愿与你相携。是花灭蝴蝶，为他人恋。你和我若能像是无的渊源，只圈住今夜莫谈诀别。缘分越近是遇见你的特别，我了解情字唯有你能解。缘分越就算和你注定是离别，这一瞬浮上海中要与你相约。周坚，不错，我在监察司连夜翻找卷宗，发现这个周坚20年前和吕岩有死仇，而周坚这次正是使臣府的卫兵。那现在他人呢？连夜逃跑了。这周坚20年前向监察司报过案，称吕岩霸占周家田产，此案后来不了了之，也没查出个所以然。仅仅5天后，周家一家人就死于一场大火。此案最后以意外结案，说是周家的下人在做饭时，不小心引燃了灶台旁的稻草，而周坚此时刚从军，正为国征战，所以幸免于难。他得知此噩耗后，连夜赶回京城，天天当街喊冤。监察司因为证据不足，并没有重审此案，倒是朝廷为了体恤他，将他招入了御林军，负责京城的卫戍工作。后来吕岩就以做生意的名义改头换姓，现在以使臣的身份出现。不错，这纵火案有很多蹊跷，周家的人有手有脚，看到着火了，既不逃跑也不扑火，就任凭大火活活将他们烧死。想必是吕岩指使的。周家以前是本分的生意人，后来被吕岩看中了他们祖传的田产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夺了过来。他怕周家报复，所以杀了周家所有人，唯一活下来的只有周坚，而周坚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了可以复仇的机会。还有一件事我想不通，周坚是如何知道这个吕岩就是使臣的呢？我去查过当天卫兵的当值记录，周坚早就换好了班，说明他早有计划。那或许
是有人通风报信。